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Thank you for all the little boys and girls who look like me watching tonight. This is a beacon of hope and possibilities. This is proof that dreams dream big and dreams do come true. And ladies, don't let anybody tell you you are ever past your prime. Never give up.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猫，你们好吗？你们看了9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了吗？哎呀，我是刚刚看完啊，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挺感触的。然后我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一条关于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啊，然后我就往前追溯，第一次关注的时候是那一年赵婷拿奖，而且拿了3项大奖，而且赵婷她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对吧 ？Used to be。但是呢，接受了美国非常好的这个文化的熏陶，然后一路成长为一个能代表世界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导演，然后今天呢又看到杨紫琼在我的印象里面啊，我也觉得她是跟中国特别近的一个，比如她演卧虎藏龙啊，包括演好多别的一些电影什么的，但是其实她是马来西亚人啊，那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亚裔。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的奥斯卡的这个领奖台上啊，一个女性又是一个亚裔，然后在那里说是吧？你们丫的不要告诉我已经过气了，我已经跨越了人生的巅峰，对吧？老娘还好着呢，老娘还有无穷无尽的潜力 ，Don't give up， 对不对？就是喊出这个豪言壮语的时候，确实很感动啊！特别是那个最佳男配那个关继勇啊，讲述他的故事，他曾经是一个越南裔。一个战后的一个移民避难的到美国去，然后融入了主流的文化，然后慢慢的演戏，后来有一天没想到他能够，对吧？一个曾经在那个战俘营里面，不是战俘营，避难营里面，不是避难营，反正就是什么营里面待过1年的人，现在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喜极而泣，泣不成声啊！特别是还看到那个男主 Fraser。对吧？在那里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中间也经过起起落落，然后现在出来得了这个奖，也是哽咽的一塌糊涂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奥斯卡还真的是一个让很多人梦想成真、梦想实现的一个造梦空间，是吧？就是套用这个造梦之家，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啊，就是斯皮尔伯格，今年也入围了，但是呢，成绩不是很一般。造梦之家这个电影非常的棒，怎么说呢？整个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吧，给了这个《妈的多重宇宙》给了7项大奖，正常那么也不正常，正常呢是因为这个电影的这个噱头实在是太足了，而且它产生的这个社会效应啊。它的独特的艺术美感，它的社会效应，它的社交媒体属性上面的传播，然后这个电影的组成部分啊，这些 elements， 对吧？就是他讲的一个美国亚裔的家庭，他们想象中啊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隔代的问题呀，对吧？处理跟女儿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呀，生存的问题啊，压力什么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那样的一个女性，那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先天的就很讨喜，然后又用这样的这个大脑洞的一个方式啊，剪切来剪切去，平行空间跳来跳去，对吧？你可以成为任何东西，你现在当下所做的任何一个选择，任何一个 decision 都会变成另外一个 consequences。任何一个故事的走向可以天马行空 ，everywhere anything。我觉得这个概念就非常的好，所以我在9个月前做过一期关于这个天马行空这个电影的，当下看完之后的一个影评吧，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我现在看我都觉得我为那个时候的我充满激情啊，激情昂扬、斗志向上的我，就觉得那个还是我吗？因为这9个月之后的我又不一样了，我改换了环境，改换了身份，什么身份？对，
就是人生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动和变化，然后人的这个状态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刚刚很想在录这条视频之前，可能有3个小时的时间吧，我想说要不我把鲸看一下啊，因为没看那部影片，我把西线无战事给补上，到底怎么样来跟大家聊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很难再保持一个专注性和一个哎呀好吧，我就沉下心来看1个小时电影怎么了，我都很难哦。我现在最长的记录就是能看的《Last of Us》，不是《Last of Us》，我现在最长的记录啊，就是能看 HBO 最新出的什么1923啊，然后什么这个蘑菇丧尸啊什么的，就是它那也比较长啊，1个小时撑死了。我觉得我能看1个小时的一个故事，要么呢我就会用这个时间，可能回评论呀，看看别人的10几20分钟的长视频，刷刷 ins 上面的短视频，刷一刷，这时间就过去了。我就发现我现在丧失了能够专注下来去真正看一个电影的那样一份心智和心血。哪怕像那一天我去电影院看塔尔，我都觉得哇，这个前半个小时我都觉得看着有点累，大段的独白，大段的这个 talk， 大段的这个长镜头什么的，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否艺术性过强？但是看完之后确实觉得哇，这绝对是一部好电影，特别是当这个塔尔这部电影入围了这个叫什么奥斯卡的时候，我都觉得 Cate Blanchett 这大魔王，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位女性演员，她又突破了她自己，没准这一次她就不是杨紫琼了呢，没准是 Kate 呢，但是没有万一。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跟奥斯卡去较真儿，没必要跟他去想说，哎呀，奥斯卡你为什么这个奖颁给了这个妈的多重宇宙，没给西线故事？为什么这个奖你为什么不给 Top Gun？ 为什么这个也颁给了什么？就没必要，就接受它就好了。It is what it is， 你都能接受一场大会开过去之后，对吧？2900人，都是赞，没问题，就是你了，就是他都已经写好了，没有意外，就是现在的这个没有悬念，没有意外，对吧？就是我们所预测到的这个奥斯卡。谁啊？对，男主、女主、男配、女配，什么什么都应该是哪些？果然人家得了7项大奖，他就这么回事儿，他其实跟艺术性、跟这个电影的价值、跟这个电影的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我刚刚又想到的一点，就是说奥斯卡它其实不是一个评价一部电影是否有艺术性的那么一个奖项了 ，Never ever， 它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签和一个记忆，就是说。那一届奥斯卡的时候，就是赵婷那届奥斯卡的时候，就记录了这个时代。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你们也知道，这2年美国的房车就是买了都赚了，知道吧？就是后疫情时代，很多人都觉得哇塞，我这个社交隔离，对吧？我还不剩，我就住在房车里面，对吧？那房子要它有什么用呢？就该卖了，住房车里面，移动性也很便利，开着车上班下班，住在那儿什么的。我特别喜欢看好几个聊房车的这个频道，曾经也幻想过自己要不然就住在房车里吧，这么生活也不错，改变了很多。结果那个时候呢，那个 Nomadland， 这部影片就出来了啊。然后就是去年是啥？去年是监听女孩Coda那个 Apple TV 的捡了个漏，对吧？今年又是啥？今年就是妈的多重宇宙，就是一部我认为啊，就是。它的叙事手法很独特，很有意思。它是通过剪辑方式来叙事的，所以这部影片呢，它得这个最佳原创剧本，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大问号打在这儿。然后就是你让那些影片陪跑的那些影片，那脸往哪儿放？就是你把他们当他们透明的嘛，对不对？你不给他们别的奖，你好歹这个原创剧本给妈的多重宇宙有点过了，对吧？就是《妈的多重宇宙》绝对是一个靠剪辑手法、靠剪辑来叙事、来搭配故事的那么一个东西。它绝对不是因为剧本写得好，它就是因为剪得好。所以对它剪辑奖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导演奖也没有什么，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哎呀，所以就是这样一部好MTV 式的啊，就是通过大量的剪辑素材，把控节奏。甚至我觉得有一些片段非常的适合短视频病毒式营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就是它里面有这个站在悬崖上的2个石头啊，完全沉默下来，然后2个石头然后一个语言一个对话框的冒出来，对吗？
还有就是这个小姑娘挥舞着2个大棒，嘣嘣嘣嘣嘣一顿敲打，是吧？一个暗黑的萝莉，还有就是有一针星星就发展成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就是都是香肠手，对吧？都是香肠手香肠手。特别好玩有趣，就是我现在在想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现在我想不到它整个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叙事和表达一个完整性是什么，我只能想到这些片段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些片段东西呢，你让我一个一个拎出来再看一遍，我也任何问题都没有。但是你要再把我拎在那儿放在电影院里面，再让我看一整个这个电影，我可能也会有点看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这个天马行空或者是妈的多重宇宙这部电影带给我的这个社交属性、短视频属性、社交属性以及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后疫情时代的这种就夸张的这种叙事方式什么的，我觉得是真正戳到了很多人的心，会让很多人觉得沉闷枯燥无聊的生活有什么能让我咔嗒亮一下，那什么能让我点燃一下，有什么能开一下我的脑洞，就觉得什么东西特别有趣特别减压，然后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好热闹好热闹，我看了个神马，我不知道他讲的是神马，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很牛逼，我觉得多重宇宙做到了，就是对吧，就是天马行空做到了，它就是这样一部很有趣的一部电影，它出现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可能被泯灭，但是出现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恰恰刚刚好，就真的是一部对的一部电影出现在了一个对的一个颁奖礼上面，然后它就产生了对的火花，拿奖拿到手软，它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说这部电影的艺术性有多高，谁演的有多好，谁怎么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心里面当然有我心里面非常喜欢的男明星、女明星，好演员，然后非常好的叙事，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之前都有一一跟大家分享过，在这儿就不多说了。更有价值的地方可能往往不是这个演员本身塑造出来的电影里面那个角色，而在于演员这个人本身。好莱坞更喜欢这个演员本身背后的这个故事和价值。比如说杨紫琼，她就是一个老牌功夫女星，然后她的这个江湖地位和她所要证明她的电影领域里面的演技这些东西毋庸置疑了啊！她又是一个杰出女性的一个代表，她告诉我们说，女性不要让别人来定义你自己，你有什么价值，你自己还要攀登什么样的高峰，你自己说了算，对吧？就是非常符合现在的意义和价值观的一个东西，对吧？另外呢，就是这个越南裔的这个男配角，他也代表了一个这个新移民难民属性的一个人包括他们这个另外一个提名的一个女配，他们这个女儿这个性少数群体这个 lesbian， 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电影的导演他也是在好莱坞这个大的这个制片体系下面不是特别主流的，特别是 A24， 他也以前是一个小的一个做 cult films 的一个小的影视公司，对吧？就是这些边缘的非主流的，他们能不能来到这个舞台的中心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整个这个电影它承载的一个意义就单是这个电影本身，作为一个电影本身的这个叙事艺术性它所包含的东西太多了。它这个电影所背后承载的那么多人华人群体、亚裔群体、导演小众的性少数群体的这些这个舞台上面席卷7项大奖，好吧？然后呢，其他的那些电影呢被入选、被提名，当然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影片。但是呢，他们所承载的这个意义的复杂性没有妈的多重宇宙这么多，它只能代表说他在某一个领域做得非常杰出，是一部好电影，仅此而已。但是呢，奥斯卡这个舞台上，它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部好电影它需要的是一个巨无霸。我觉得未来不管是好莱坞还是奥斯卡金像奖，一定会有更多的亚裔的面孔、亚裔的题材。亚裔的作品跃然纸上，然后崭露头角，捧得金像奖而归，一定会是这样。其实从那一年《寄生虫》到后来的这个赵婷的《无依之地》，再到后来的《米纳里》再到今年的这个《天马行空》，
其实这个大势已经势不可挡，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会让这个生活在海外吧，或者是2代移民、3代移民这些人心里面会觉得非常提气的部分。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国内的这些内地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又有这个华人面孔，又得了国际性的大奖，会立刻会产生一个心理的一个关联性就是又给我们祖国争气了什么的。就我觉得他们就会有点想多，但你跟他们掰扯说这不是中国人，对，这是越南裔，这是马来裔什么，他不管你看他这个中文名我都念得了，他姓关，他姓杨，是吧？你跟他们是说不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春晚一样，就看到的人都能沾点喜气，看到的都开心，知道吧？你别管他演成什么样子的，照单全收就好了。所以吧，这就是今天阿蒙想跟大家聊的关于奥斯卡金像奖。然后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把那几部没有看的影片都能沉下心来把它看完，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电影上面的事情。但是最近真的是这个有一些心不在焉，然后很难去集中精力办大事儿，对吧？等歇过这一段吧，然后等这个状态恢复一些，好跟大家聊聊，好吧？然后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点赞、转发、follow 一下，拜拜。